自动扶梯踏板脱落，女子卷入，皮肉分离。快点打电话叫人哦！电梯维保需2人，1人就是纸片人。你看，这个是1人进行维保，他是有带一个像纸片一样的东西进来。电梯维保如何保平安？亏本买卖有人做，如此维保必是祸。第4本公司不错，你做了这个确实是亏本的。你没想好好去干这个维保，我就是收了维保费，我以休战。从住宅、商场到办公楼，我们的生活工作处处都有电梯的陪伴。乘坐电梯的那一刻，我们享受着它的快速和便利，也要面对它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故障和风险。而消除风险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就是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据统计，我国投入使用的电梯目前已经超过1000万台。那么，对电梯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的维护保养，是不是按相关规定在进行？记者展开了调查。近日，上海市奉贤区一家超市内，一名女子通过自动扶梯上楼购物过程中，自动扶梯突发故障，一级台阶踏板掉落。该女子正好踏入其中，其腰部以下被卷入扶梯。快点打电话叫人哦！由于自动扶梯内部结构复杂，迅速赶来的消防人员无法直接将被困女子救出，只能用螺丝刀将扶梯活动面板开除，通过电动扩张器和液压撑杆对被卡部位进行扩张。经过3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该女子被成功救出，送医救治。据了解，事故导致该女子身体大面积受创，皮肉分离且多处骨折。皮肉分离了，做了心脏手术，后面还有提皮，创伤面积比较大，如果感染的厉害的话，会有皮质的糊血。目前，该女子虽然已脱离生命危险，但还要面对接下来治疗带来的种种痛苦。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成立事故调查组，展开立案调查。目前初步判断事故直接原因为自动扶梯踏板固定环位移松脱导致踏板脱落，上下两侧踏板缺失保护装置失效，致使自动扶梯未能自动制停。踏板固定环松脱、上下两侧踏板缺失以及保护装置失效，在这起事件中，维保、安装和检测更为被重点调查的环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事故电梯是2手自动扶梯，维修保养并不是由生产厂家负责，而是上海当地的一家企业。我们所有的电梯啊，干嘛的都是由维保公司来做的嘛，而且是定期来检查的，每半个月会来一次的，去做一些维护啊、什么检查之类的。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事情，现在我也不大清楚。电梯是一个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系统，正如汽车需要定期保养来保障正常使用和安全，电梯也需要由专业人士定期维保，及时发现并消除电梯潜在的安全隐患，避免电梯带病运行。该事故电梯的维保是否合规？当地事故调查组正在对相关设施单位展开调查。那么目前我区呢对相关的设施单位，使用维保、安装、检测呢等单位呢都进行了立案调查。本着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我们已责令各经营单位、维保单位对正在使用的各类设施设备，尤其是特种设备加强隐患排查。电梯是广大人民群众使用最频繁的特种设备，日常维护保养对电梯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维保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中仍存在不规范行为。4月2号，杭州市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电梯智慧监管系统一条风险预警信息，显示辖区内一家电梯维保单位存在不合规的操作行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开展调查工作，并调取了相关的监控录像。维保单位的维保人员当天在维护保养过程当中，只进行了现场的签到跟签退，然后拍照片签到就回去了。监控录像显示，3月25号，该维保人员在电梯内完成现场签到与签退，扫码上传维保信息后随即离开。从11时04分08秒进入电梯，
到11时04分50秒离开电梯，全程不到1分钟，仅仅是走个过场，没有进行任何的电梯维保工作。一般呢，他们到电梯现场进行维保的时候啊，一个要去机房，第二个要进井道，第三个对电梯叫箱，也就是这几个项目进去维保的时候，他这边基本上要花费20-30分钟的时间进行维护保养。无独有偶，近日，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某医院的一台电梯维保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也发现了异常现象。我进到井道里边有对电梯的维保质量进行了一个检查，然后在现场有发现电梯的油杯有缺油，然后底坑的卫生较差，然后城门上还未保持清洁。记者了解到，油杯主要为电梯导轨等运动部件提供润滑，油量适宜才能保证电梯的正常运行。按照电梯维护保养规则，油杯、手动紧急操作装置、驱动主机等项目要求半月维保一次。在现场，记者看到，油杯呈缺油状态，电梯底坑到处是灰尘杂物，但维保人员填写的纸质记录上却显示该项目已按规定完成。随后，执法人员调取了智慧监管平台查看了维保记录，发现是2名都姓郭的维保人员在对这部电梯进行日常维保，也都按规定上传了现场维保照片。那从监管平台上看，它是有2个人的互拍照片。不过，奇怪的是，其中一位维保人员表情僵硬，始终保持一个姿势动作，而且拍照时似乎不肯露脸，有一次甚至只露出了眼睛以上部位。执法人员发现事有蹊跷，于是开始调取监控查明真相。监控画面显示，每次进入电梯口只有1名维保人员，那名照片中不肯露脸的维保人员并没有出现。监控中一张纸片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你看，这个是一人进行维保，它是有带一个像纸片一样的东西进来，然后后面是我们结合了我们监管平台上面的互拍照片，才确认这个是一个纸片人。原来，这名电梯维保人员用假的人形立牌代替其中1名作业人员，放在轿顶拍照上传，企图蒙混过关。厦门经济特区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实施维护保养时，现场作业人员应具有相应资格，并不得少于2人。在进一步的调查中，执法人员发现，今年截至3月11号的7次半月维保作业中，这名维保人员有6次属于单人维保，另外1人均是纸片人，而这个做得格外逼真的纸片人原型就是他的同事。为蒙混过关，他还根据不同的季节制作了长袖、短袖2个款式。如此用心良苦的伪装，就是为了应付监管平台的2人到场的打卡要求。这个我当时出来之后，我们也觉得很奇怪，怎么搞出这种东西来？因为现在我们厦门市的按照推出的一个管理，就是要2个人来到现场互相打卡，他们就想了这个办法。由于该企业未按电梯维护保养规则的要求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根据相关规定，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目前，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依法对涉事电梯维保单位进行立案调查。除了利用纸片人做电梯维保，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还有另外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操作。在这家商场的一个电梯监控视频里，记者看到，这名维保人员进行维保作业时，不仅没有佩戴安全帽，还故意省略了一项重要操作环节。还有一个操作就是他这个维保作业还没有完成之前，他就已经先把维保卡给填写了。被维保人员省略的这项作业叫电梯5方通话系统测试，是半月维保的重要项目。电梯发生紧急情况时，如乘客被困或其他故障，通过这个系统，各方之间的通话能让紧急情况的应对更加迅速和高效。执法人员发现，这名维保人员根本没有进行5方通话测试，就勾选了符合条件。从他设置防护栏开始这台电梯的维保，到最后结束这台电梯的维保的这个期间，轿厢里的监控都可以看到，
佐证说他并没有进行一个五环通话的测试，这属于在维保过程中存在一个漏项的。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厦门市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制定了电梯维保单位专项整治行动方案，严厉打击虚假维保等违法行为。在全国首创检验人员驻所制度，在全市23个基层所各派出1名检验技术人员，全面提升基层电梯安全监管能力。日常的检查，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执法的力量，对电梯安全运行的各相关责任没有落实到位的，我们依法采取严厉的措施。根据现行的电梯维护保养规则有关规定，电梯的维保项目分为半月、季度、半年、年度等4类。那么，完成一台电梯的维护保养，究竟需要哪些操作流程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也跟随执法人员和特种设备专家一起，对辖区内住宅电梯的维保工作进行了监督抽查。特种设备专家向记者介绍，在电梯轿厢内，电梯维保人员需要检验轿厢内应急照明装置、报警对讲系统以及轿门防撞击保护装置是否工作正常等。除此之外，电梯轿门和层门的门锁系统能够防止乘客和物品坠入井道，电梯门系统是否功能有效，也关乎电梯的运行安全。确保轿门门锁装置和轿门开门线的装置符合要求。如果这个维保没有做到位，轿内人员就有可能打开轿门，发生坠落井道的这个风险。在对电梯轿厢的维保情况进行核验之后，检验专家和维保人员一同进入井道，对电梯轿顶和底坑的停止装置和电气安全装置进行检查。这些电梯开关就像电梯的眼睛，它能检测电梯的一些异常情况，它能保证轿厢在登底过程中有效制停电梯。但想要实现电梯的安全运行，仅仅依靠轿顶和底坑的安全装置还不够。位于电梯机房的编码器、限速器和制动器也是保证电梯平稳运行的关键。因此，维保人员也需要对这些安全装置进行定期的维护和检查。此外，驱动主机的运行情况、控制柜内机件的紧固情况等，也是维保人员在机房需要关注的重点。需要维保人员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专业性，来确保他们能够定时合规地完成维保工作。同时，我们也会继续配合监管部门，做好电梯行业的监督检查。记者注意到，在整个电梯维保操作过程中，作业时间持续了近40分钟，共检测了31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维护人员还需遵守安全操作的执行规程，正确放置安全护栏，佩戴防护用具，按照工作需求切断电源主开关并上锁等，做好自身工作和乘客出行的安全保障。如此严谨的工作流程，在某些维保公司那里却成了走过场。据特种设备协会相关人员向记者介绍，目前一台住宅电梯的平均维保价格为1年4至5千元，最低可至2000元左右。近几年，我国电梯保有量不断增长，但维保人员却面临较大缺口。记者采访发现，行业流动性大，老师傅稀缺，是电梯维保行业用工面临的困境。高强度低回报导致维保人员流失，愿意从事该行业的人越来越少，维保工作的人机比也难以得到合理控制。比较理想化的这个维保数量呢，我认为，一个人平均维保30台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数量。但是根据路途的远近呀、楼层高低呢，也会相应不同。但是目前来讲，可能在市场上更多的一个人维保的电梯是40-50台，甚至是50-60台，可能更多。涉事电梯维保公司负责人也坦言，当前电梯维保行业普遍存在竞争激烈、价格偏低、人员短缺的现象。我们的市场下，公司一般现在按照维保梯台的话，一台我们一般都做到在400块钱1个月一台。第400我们是不做，因为做了就确实亏本的。作为居民出门第一步、回家最后一程的交通工具，住宅电梯的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记者调查中发现，住宅电梯一般归全体业主所有，
电梯的维保往往授权委托物业公司负责。不过，一些物业公司对电梯的维保经费使用并不是专款专用，既不透明，也缺乏监督。这个费用，物业单位说呢，我会去公示，我用的电力收了多少钱，用了多少到电梯上，很少这种公示的，也不是没有，不透明，没有监督，所以它会压低价格，就那这部分利润空间就到物业单位那里了。专家告诉记者，一部电梯1年的正常维修保养费用一般在5000元左右，但不少物业公司贪图便宜，大多选择报价最低的维保公司，而电梯的真正所有者和使用者完全没有话语权。一个城市里面这个差别很大，还有的价格低到你无法想象的都存在。比如说您见过最低的有多少？最低的一年可能800到1000的都有。报价只有成本价的1/5，电梯维保公司不可能干赔本的买卖，因此在维保过程中只是走过场，甚至以修代保。也就是说，所谓的电梯维保成了靠电梯出故障更换零件赚钱，这不仅容易导致电梯故障频发，还可能酿成人身安全事故。我就本身我没想好好去干这个维保工作，我就是收了维保费。我本身就不修，我以电梯出故障呢，我以修代保，跟您说的，即修代保，这个方式。对于电梯维保走过场等现象，相关监管部门一方面在加强执法力度，另一方面也在努力丰富监管手段。记者了解到，目前杭州市全面推行一梯一码，维保人员通过扫码将实时定位维保记录和项目时长等信息上传到电梯智慧监管系统，实现维保无纸化，信息可追溯。同时，电梯内安装的智能摄像头和物联感知设备可以实时监测电梯的运行状态，进一步对电梯维保不合规的行为进行智能识别和风险预警。2年来，杭州市拱墅区电梯慧灵系统累计预警不规范维保645次。尽管呢，目前监管手段不断丰富，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存在一些工作的难点，比如说如何认定电梯维保工作是没有正常开展的，尤其是一些项目和内容的认定，那需要我们技术专家对我们进行一些帮助。针对电梯安全领域突出问题，2023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电梯安全筑底3年行动方案》，部署开展电梯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集中消除事故隐患7.7万个，曝光典型案件116起，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39家，并将研究采取针对性措施，消除事故隐患，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放心乘梯。电梯安全涉及千家万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保持对违法行为的严厉查处。虽然全国事故起数稳中有降，但有关部门还应加强对电梯维保市场的准入管理，消除市场乱象，建立健全电梯维保服务评价机制和信用体系，提高市场透明度和公信力。